这就是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军事学校，被称为中国将帅的摇篮。它培养了众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国共两党共有3000余名黄埔师生担任团以上指挥官，其中师长以上300余人。黄埔军校师生在抗战中承担了重大战役的指挥重任。国民党方面以杜聿明、王耀武等为代表，我军方面以徐向前、林彪等为代表，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我从广州天河区打车前往黄埔军校旧址，经过珠江时，可以看到高楼林立的广州 CBD 区域。今天的空气质量一般，小蛮腰在雾霾中若隐若现。黄埔军校的旧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长洲岛是珠江上的一个江心岛，面积11.5平方千米。长洲岛上的风景相对比较原始，街道两边都是民宅和沿街商铺。到达军校路，眼前的建筑开始有了一些怀旧的味道，商铺的招牌也有了一些民国的感觉。这是长洲岛上著名的美食特产烧鹅，这烧鹅的体型庞大，估计一只要卖几百块。鹅们曾经也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生活理想，也有心爱的他，但如今在处事大叔的刀下，肉身一片稀烂，灵魂变成了焦脆醇香鲜嫩多汁。通往黄埔军校旧址的围墙上做了许多双拥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栏。刚进入校门，一座青石牌坊便映入眼帘，上方陆军军官学校6个大字遒劲有力，这是谭延闿的楷书杰作，被誉为楷书之冠。当时有位风水先生看其中的学字比例虚浮，验书写者命不长久，谭国珍51岁病逝，与预言惊人的吻合。当年这里在修建黄埔军校之前，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长洲岛位于珠江的江心，四面环水，战略位置优越，便于军事训练且远离市区干扰。如今两侧哨岗依然肃立，2棵百年古榕树苍劲挺拔，枝叶繁茂如绿色屏障，仿佛仍在守护着这片热血之地。孙中山先生领导了多次革命运动，如护法运动等。他在多次革命运动失败后，意识到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依靠军阀难以成功，所以必须培养忠诚可靠的军事人才来组建军队。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此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更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最初希望将校址设在外蒙古库伦，但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最终选择长洲岛。一是因为有县城清军校舍可节省经费，二是岛上炮台林立易守难攻，三是远离广州防范地方军阀破坏。关于黄埔军校的创立，我查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冷知识。苏联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提供了关键财政援助。1923年，俄共中央通过决议，每年向孙中山提供约200万墨西哥元，约合200万卢布的资助，缓解了其资金短缺困境。苏联还多次向黄埔军校提供先进武器，例如1924年10月运抵广州的第一批物资包括8000支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大炮等装备，足够装备一个师。后续又陆续补充了机枪、炮弹等，使军校彻底摆脱了木棍枪训练的困境。除了给钱给枪，苏联还派军事顾问团深度参与，派遣了包括加伦、鲍罗廷等在内的数十名军事顾问。他们不仅负责制定训练大纲，还直接参与教学，将苏联红军经验引入军校。蒋介石曾评价苏联顾问使黄埔学生军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武装。蒋介石题写的校训亲爱京城中，爱字多一点，京字少一点，寓意同志间爱多一点，精明少一点。走进校本部，一座岭南风格四合院建筑映入眼帘。1楼展厅内，照片、文物与影像资料生动还原了黄埔军校的创办历程。1924年，孙中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创立这所军校，提出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的宗旨，以亲爱京城为校训，培养出大批军事与政治人才。展柜中陈列的毕业证书、军装、枪械等文物，让人直观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艰苦与热血。黄埔军校师生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培养的军官构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中，黄埔毕业生担任各级指挥官，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侵略。
许多黄埔将领如戴安澜、谢晋元等以身殉国，其英勇事迹成为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抗战期间，1937到1945，黄埔本校及主要分校毕业生约15万人，阵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2万之间，牺牲率约6%到13%。沿着回廊登上2楼，孙中山总理室与校长室重现了历史场景。孙中山的办公室仅10余平方米，陈设简单，墙上挂着天下为公的匾额。蒋介石的校长室则稍显气派，但同样简朴，印证了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的校训。学员宿舍内，硬木板床、草编蚊帐与共用木桌，生动还原了当年小屋容身、大志在胸的奋斗精神。摆在地上的草鞋引起了我的关注，以前只是听说以前的人们穿草鞋，但并不知道草鞋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第一次看到草鞋，第一感觉就是这草鞋穿在脚上应该非常的磨脚。可当年的先辈们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日夜风雨急行军，还要与敌人拼杀，令人既敬佩又心酸。如今用模型还原了当年黄埔师生的食堂伙食，4菜1汤，居然还发现了一个荤菜鱿鱼。几秒钟之后，我又有点不太确定，看上去既像鱿鱼又像腌萝卜。看着这些宿舍的床位，突然油然而生一种久违的青春激荡之气。在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一批立志舍身为国的热血青年来这里相聚，学知识、练本领，不惜生死，只为中华不亡国灭种，只为华夏后人千秋万代享太平。我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在那个年代，大概率也会投军报国。不要觉得我喜欢舞文弄墨，平时连杀鸡都不敢，就不能上战场杀敌。无数例子证明，有信仰的学生军，革命意志更坚定。那些看起来勇武的街头英雄，反而是一被抓就变节。出身黄埔军校的著名将帅涵盖国共两党，其中开国元帅5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开国大将3人，开国上将8人，开国中将9人，开国少将12人。国军阵营中的著名黄埔系将领有黄埔1期的杜聿明、黄埔4期的张灵甫、黄埔3期的王耀武、黄埔4期的胡琏等悍将。黄埔军校第4期还有位越南籍学生伍元博，中文名洪水，与林彪、张灵甫等是同学。他毕业后加入中国红军并参加长征，后成为我军少将。1950年应胡志明之邀回越南任少将，创下中越两国双料少将的传奇。1940年，黄埔军校第4分校成立华侨总队，从全球10多个国家招收1000余名华侨青年。除部分直接参战外，还有约200人接受特种训练后潜入南洋开展敌后工作，许多成为无名英雄或烈士。还有一条信息我觉得颇有争议，就是当年有黄埔3帅哥的说法。黄埔3帅哥指的是黄埔军校时期3位以英俊外貌著称的知名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周恩来和张灵甫。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第4期学生张灵甫的照片我都很熟悉，确实是实打实的帅哥，但蒋校长的颜值被称作帅哥，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关于黄埔军校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胡宗南哭进黄埔，身高不足1.6米的胡宗南因体检被拒，当场痛哭。廖仲恺得知后特批成绩好即可，最终他以优异成绩入学，后成为国民党西北王。还有徐向前交白卷入学。山西教员徐向前报考时数学基础薄弱，政治考试虽过关，但数学科目几乎交白卷。幸而总成绩达标，最终成为黄埔1期生，并成长为开国元帅。1924年6月16日，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误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读成3位主鸡、萝卜大葱，引发哄堂大笑。事后才知是广东话发音误差。国共内战中，黄埔军校师生及同学因政治立场对立展开多次经典对战，以下为部分代表性事件。清风店战役，1947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部围歼国民党第3军主力，其黄埔2期学生第3军军长罗立荣被俘。战后罗立荣曾向聂荣臻套近乎，两人还讨论战局，重现黄埔课堂情景。肃北战役，1946年，曾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的陈毅
率华野歼灭国民党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黄埔潮州分校2期生。莱芜战役1947年，陈毅率领的华野歼灭李先洲集团军，俘虏黄埔1期生李先洲。孟良崮战役1947年，陈毅麾下的华野击毙黄埔4期生张灵甫，粉碎国民党鲁南会战计划。淮海战役中，黄埔1期生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本人被俘。辽沈战役中，黄埔4期生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黄埔1期生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47个师，其中林彪曾与杜聿明在黄埔宿舍上下铺。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利用左翼迂回战术反制杜聿明。这些事件不仅体现军事对抗，更折射出黄埔师生因信仰分歧从同窗变为死敌的悲剧。黄埔军校旧址是一处镌刻着民族觉醒与奋斗精神的圣地，值得每个中国人驻足凭吊。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迸发的精神火花，其爱国、革命、团结、奋斗的核心内涵，至今仍是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正如校门楹联所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这种超越时空的价值追求，将持续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行之路。